光耀哥哥，光耀哥哥，光耀哥哥！哎，怎么是你呀，这个小贱人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你贱人，贱人，小贱人！你居然敢打我！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要是再嚣张跋扈找我麻烦，我必定加倍奉还。明明是你不知道检点，被我捉奸在床。这里是司令部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一句话会给徐都办添多少麻烦？你只是心虚，我这就去找大家评理。你尽管去，你最好把事情闹大，不仅污蔑我，还破坏他的声誉。到时候用不着我出手，你的光耀哥哥也饶不了你。光耀哥哥，婉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才来给你送饭，结果食盒被他给打翻了。我们两姐妹在叙家常，你们确定要听吗？光耀哥哥，囡囡啊，你叫什么啊？妈，我刚刚看到穆婉清睡在光耀哥哥的床上，能干啥？我亲眼所见，而且他还打了我。衣柜当洞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呀，打哪里了？他还打了我2下呢。还好，哎呀，没有破相。哎，这个小妖精，我可怜他妈妈死的早，对他网开一面，他倒好，这么不识相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也对他不客气。妈，你赶紧想个办法。现在穆婉清都睡在光耀哥哥的床上了，要是真的嫁进督军府，那我可不成了全上海的笑话了。不就当一个司令部的秘书吗？至于吗？翻身了，上天了。哼，你想的太好了呀，婉婷啊，你最近不要招惹他啊。妈，好好想想办法，看怎么收拾他。光耀哥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昨天我与费安顿聊的事，谭司令也知道了。啊，是吗？那他怎么说？还能怎么说？我说昨天我是去聊贷款的，他便说他与费安顿是谈士兵安置，大家心照不宣，却只字不提民团，也算是勉强没有撕破脸。那如果他不按时遣散士兵，执意要建民团呢？谭玄龄兵变上位之后，副帅便从前线召回了1个师的兵力，驻扎在越城，就是怕他出尔反尔。副帅能让他拖到现在，已经是极限了。他敢食言，我们就只能撕破脸了。所以徐伯伯会攻打上海。上海是各方势力所在，副帅当然会慎重。但倘若他一意孤行，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。
家军的事情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办？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作为合作伙伴，我很有必要告诉你，你的打算督军府已经知道了，你承诺的期限也快到了，一旦食言，你上海王的声誉就不保了。这些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真心想帮你。你不帮着徐光耀，我就知足了。你怎么就好歹不分呢？你知不知道，徐督军已经把部队从前线调回来了，就等着和你秋后算账。一旦撕破脸，你2000人怎么对付他？他把部队调回来了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你先把谭家军安置下去，千万别以卵击石。好，还有些个。好，等一下。喂，你好。关耀兄，我同意解散谭家军并缴枪，过来一下吧。好，我一会儿过去。怎么了？谭玄龄同意安置谭家军，而且要向督军府缴枪。这么说，他想通了？他怎么突然就想通了？徐督办早。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请。都听好了，步枪在左，手枪在右，机枪和子弹一起上交。机枪。我信你，只不过这些人都是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，我总不能让他们在码头上扛沙包吧？我把他们当兄弟，那些老板呢？谭司令，这原本和你打算的应该不一样吧？唉，这不都被你发现了吗？没想到光耀兄这么厉害，跟费安顿喝了顿酒，我就输得一败涂地。我输得心服口服。你看啊，我手下的这帮士兵，打仗肯定是把好手，可是干活不太行啊。你让他们拿惯了枪的手，再去拿这些纺锤和扳手，这实在是勉为其难。但是这工厂啊，可不是混饭吃的地方，是干多少活出多少工钱。所以他们要是拿不到养家糊口的钱怎么办呢？谭司令自己都说了，干多少活，挣多少钱。你家的兵既勤劳又能干，怎么会挣不到糊口的钱？对，这也是我最担心的。这工厂里的活都是技术活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熟能生巧嘛。可他们一进去肯定手生，到时候肯定挨欺负。所以我就想问问光耀兄，能不能跟那些老板们说说，让他们拿到和熟练工一样的工钱？这事恐怕我得和各位老板聊一下。只要光耀兄肯开口，这事儿肯定没问题。那我就先替这些兄弟们谢过光耀兄了。你放心，以我的判断，不出1个月就会有人求着你把兵收回去，到时候你再进民团也不迟。